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下个月 iPhone 16系列就要发布了。2021年和2023年的苹果秋季发布会举行日期是9月14日和9月12日，都对应美国劳动节之后的第8天，而今年的美国劳动节则是9月2日，所以有理由期待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发布会在9月10日举行。按照这个时间， iPhone 16系列预计会在9月13日星期五开启预购，然后在9月20日正式发售。X 博主Sunny Jackson 于7月31日开始陆续公开了 iPhone 16系列各款机型的机模照，其中包含标准款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ro。虽说是机模照，但结合其此前一些爆料大神公开过的 3D 渲染图，基本与真机8、9不离十了。iPhone 16系列关注度下降，除大众被 Apple Intelligent 分散了注意力之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没有人相信苹果会在这一代做出跨越式的升级。也可以说，苹果的挤牙膏式推新引起消费者的不满，如何逆天改命，这就要看库克愿意拿出怎样的诚意了。Sunny Jackson 曝光的 iPhone 16标准版里共有5款配色，分别为黑色、白色、蓝色、绿色和粉色。没错，白色这次终于回归 iPhone 标准版，与之前公开的渲染图不同，机模图里的5款配色饱和度都非常高，尤其是蓝色和绿色，前者已经接近宝蓝色，后者更是有种湖绿色的感觉。当然 iPhone 15标准版首次使用了融色玻璃技术，这使其除黑色之外的配色饱和度都偏低。尽管这样的调色显得十分年轻有活力，但与往年的标准版调色相比缺少了些稳重感。iPhone 16标准版和 Plus 都选择了纵向排列的镜组接口，和之前猜想的一样，这种排列方式是为了拍摄空间视频，解决了前代因对角线排列而无法拍摄空间视频的问题。iPhone 16标准版和 Plus 都换上了操作按钮。iPhone 16 Pro 系列的变化则更小一些，机身尺寸增加到 6.3、6.9英寸，电源键下方额外增加了一枚用于快速启用拍照功能的相机按钮，其余就没什么变化了。当然 iPhone 16 Pro 系列还加入了一个新配色，深黑色。从机模照来看，这个新配色和 MacBook Pro 上的深黑色高度相似，而硬件升级也不如预期。iPhone 16系列全系标配 8GB 内存，超广角镜头升级到4800万像素，搭载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的 A18 芯片。但据 Macrumors 透露， iPhone 16 Pro 和 Pro Max 将支持40瓦的快速充电，这可能会是硬件上最显著的升级点。其实从综合爆料信息来看， Apple Intelligent 能够抢走 iPhone 16系列的风头，并不让人意外。相较于硬件上的挤牙膏式升级，用户们更期待苹果的 AI 能够带来哪些新的使用体验。从 iPhone 15系列这一代的销量情况就能看出来，苹果在智能手机业务上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由于硬件诚意不足，加上 Android 阵营有太多出色的旗舰新机， iPhone 15系列上市首日就破发。当然，从结果导向来看， iPhone 15系列的整体销量并没有较前代下滑太多，甚至部分机型如 iPhone 15 Plus 的销量和前代相当接近，但靠降价获得高销量，对于注重品牌高端定位的苹果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尽管 iPhone 16系列全系升级到了 8GB 内存，但仅仅是为 Apple Intelligent 的落地而升级，同样需要运行本地模型的三星、谷歌均在下一代旗舰产品中升级到了更高的内存容量，例如 Pixel 9系列升级到 12GB， 三星 Galaxy S25 Ultra 升级到 16GB 等。即便不讨论 AI 模型的内存需求， iPhone 的 8GB 内存在使用体验上也捉襟见肘。另外 iPhone 16的摄像头虽然在算法和硬件上有所升级，但与当前的安卓旗舰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变焦能力和夜拍效果上， iPhone 16的表现并不突出，这对于那些喜欢拍摄和摄影的用户来说，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更重要的是 Apple Intelligent， 当前 iOS 18.1 Beta 仅向美国用户开放了内测，而除欧洲、中国大陆的设备均可通过修改区域和更换 iCloud 账户的方式偷渡使用。不过，现在断言 iPhone 16系列必然会滞销可能为时尚早。正如 iPhone 15系列一样，苹果利用营销手段力挽狂澜。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公开数据显示， iPhone 15、15 Pro Max 以及15 Pro 依次占据2024年第2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榜单的前3名。科技媒体 Looktech 透露，目前 iPhone 16系列已经进入投产前的最后阶段，设计、配置几乎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这意味着，大多数博主现在爆料出来的真机图和硬件信息，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作为消费者，这一代 iPhone 16系列到底值不值得买呢？对于 Android 用户是否要尝试 iPhone 16系列 ，Jeffrey Tech 认为不太值得。就目前而言，除了 iOS 的软件生态之外 ，iPhone 几乎没有任何硬件上的优势，比如 Android 普遍的超大容量电池和100瓦快充、1英寸超大底影像等，都是 iPhone 无法给予的体验。而 Android 旗舰们也是有备而来的，例如明年旗舰多数都启用了高密度超薄电池方案，不仅支持100瓦快充，容量也干到6000毫安时以上，甚至还有7000毫安时的测试方案。影像旗舰也在准备一起像速长焦或双潜望长焦的方案，对比起 iPhone 16 Pro 和 Pro Max 的单5倍长焦，实用性大大增加。一是朝着续航，二是朝着影像，这全是 iPhone 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据分析师郭明基透露，苹果将在 iPhone 17系列上新增 iPhone 17 Slim 机型，不仅拥有全新的外观设计，还有跨越式的性能提升以及影像配置。假如你不打算每年换一台新 iPhone， 那么 Jeffrey 认为iPhone 17系列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不得不说，苹果需要认识到，用户对创新的需求和期待是永无止境的。如果继续在挤牙膏式的升级道路上前行，可能会逐渐失去用户的信任和市场的份额。iPhone 16的表现将直接影响苹果未来几年的市场表现和品牌形象。如果这次的改进无法让用户满意，那么苹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是该选择即将发布的 iPhone 16，还是等明年的 iPhone 17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